究，能活到85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大多都在55岁时戒掉3件事。一提起糖尿病，多数人第一想到的就是这不能吃，那也不能吃，还要定期注射胰岛素，对病人来说是一种长久的折磨。同时，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比如心脑血管疾病、肾衰等，同样让人痛苦不堪。如此看来，糖尿病虽不会直接导致患者的死亡，但对其身心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而能够活到85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付出了许多，否则早已被并发症折磨得不成样子。多数人认为糖尿病病人就是因为吃太多糖，导致体内无法代谢才引发的糖尿病。事实上，这种说法过于片面，糖尿病被分为1型和2型糖尿病。1型糖尿病多是由病毒引起的免疫缺陷，与自身生活和饮食习惯关系不大。而2型糖尿病一方面具有一定的遗传性，另一方面如果不限制自身生活方式，造成肥胖、血糖高等问题，也会导致糖尿病。至于糖会不会导致糖尿病，相关专家也曾做出回答，表示患糖尿病并不代表与糖类绝缘。真正需要注意的是，要在55岁后戒掉3个坏习惯，特别是已患糖尿病的患者。1. 贪嘴，饮食不加节制。不少糖尿病患者有贪嘴的习惯，哪怕是没有饥饿感，也要吃东西，在饮食上毫无节制之心。哪怕患病后，也存有侥幸心理，以为按时吃药便万事大吉，继续胡吃海喝。李大爷在58岁时正式确诊糖尿病，需要终身服药，测血糖成为家常便饭，还要定期注射胰岛素。起初他根本没有将这个病当回事，药也是时吃时不吃，更不用提饮食注意了。在未患病前，李大爷非常喜欢吃红烧肉，1星期要吃上3、4次，再加上喜欢饮酒，体型也开始横向发展，原本正常的体重也渐渐发展为肥胖。为此，其爱人也没少提醒他要注意节制，不要吃太多的肥肉，酒更是能戒就戒。结果李大爷根本不当回事，直到患病后才稍显节制些。可好景不长，长时间的吃药和饮食上的控制让他浑身不舒坦，不出几个月就又恢复了以往的状态。饮食不忌，白酒啤酒不断，也没有定期注射胰岛素。持续几日后，李大爷发现自己身体也没有什么不适，便更加肆无忌惮，哪怕是子女劝告都没有用。谁知道有天突然陷入昏迷，意识不清醒，所幸送医及时，这才捡回来一条命。经医生诊断，李大爷属于血糖快速升高造成的昏迷。而在听到其丝毫不注意饮食，不按时服用药物时，医生严肃表示，如果继续以这样的态度对待病情，引发并发症是迟早的事，寿命也会大大缩短。李大爷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出院后无需家人提醒，自觉注意饮食。而对于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医生也表示无需过度紧张，只要注意总摄入即可。在食物选择上，尽可能多吃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食物，一方面可以增强患者饱腹感，另一方面则为病人提供身体所需能量。对于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要减少食用，对动物内脏、蛋黄等胆固醇高的食物更是要谨慎，烟酒更是不要碰。此外，对于糖也要辩证看待，对于额外的蔗糖尽量不食用。而膳食本身所含糖可以适量摄入，比如麦芽糖、水果中所含的果糖等。所以针对糖尿病患者，要想活得久，在饮食上要格外注意，切忌胡乱搭配。2. 逃避运动，任由发展。糖尿病患者一方面要预防血糖飙升，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注射胰岛素后要及时摄入食物，尽可能避免低血糖。如此一来，可能会有人觉得糖尿病病人身体状态如此不稳定，是不是与运动无缘了？事实并非如此，适度的运动反而会帮助患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糖尿病的症状。不过运动也是有前提的，一方面要做好身体评估和运动能力评估，另一方面则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而不是随心选择。而不同类型的糖尿病患者在运动选择上也并不一致。比如肥胖类型的病人要选择有氧运动与高强度抗阻训练相结合的方式，减轻体内脂肪，1周2到3次为宜。而对于老年患者，则不主张激烈运动，以低强度有氧运动和提高自身柔韧性训练相结合。
提高关节的灵活度，降低糖尿病对神经系统的影响。所以对于运动不能一刀切，更不能避而远之。刘大妈以前是一个广场舞爱好者，体型也属于正常范围，表面看起来身体健康。但在一次体检中，她却被告知自己血糖偏高，可能有患糖尿病的风险，需要到医院做详细检查。结果不出所料，其最终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这对刘大妈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在她看来，自己的生活和饮食都非常健康，怎么会患上糖尿病呢？一时受到打击，连最爱的广场舞都不跳了，整个人一蹶不振，身体也越来越差。为了让母亲重新振作，刘大妈女儿专门找来了一篇运动改善糖尿病的文章，并劝导母亲继续回归广场舞，糖尿病并非绝症。经过女儿的开导，她再度开始跳广场舞，还迷上了跑步，身体也没有之前那么虚弱，整个人如同新生。而事实证明，适度的运动对糖尿病患者是有益无害。据相关数据，2型糖尿病在运动后，胰岛素的敏感性得到提高，促进葡萄糖吸收。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运动可以提高身体对血糖的控制，降低体内的胆固醇水平。针对肥胖型糖尿病患者，运动的好处更是不用多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减轻体重，降低糖尿病的患病程度，甚至有逆转的可能性。因此，对于运动，糖尿病患者不需要敬而远之，而是要根据自身情况，养成适当规律运动的习惯。3. 不注意用药，胡乱吃药。糖尿病是一个需要长期抗争的疾病，需要终身服药。这也是让大部分患者难以忍受的一点，也是经常出问题的一个环节。庄大爷已经患病4年，基本每天都按时用药，哪怕有时会内心烦躁，也没有选择停药，因此其病情非常稳定，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完全看不出来是糖尿病患者。与之相反的是，叶阿姨也是糖尿病患者，但她自小就不爱吃药，特别是对于各种片类药物，除了定期注射胰岛素，基本没按时吃过药，生活上也不注意。而叶阿姨在朋友的介绍下，还尝试了所谓的偏方，将医生开的药物直接停掉，结果可想而知，她直接被送进了抢救室，险些引起肾衰竭。经此一遭，叶阿姨也意识到了按时用药的重要性，所谓的偏方更是不可信。而对于糖尿病患者的用药问题，相关专家也给出相关回答，比如糖尿病的药物分类主要包括3类。一是以2甲双苯为代表的口服类药物，属于一线用药；2是以胰岛素为主的注射类药物；3是糖苷酶抑制剂，可以延缓葡萄糖吸收，达到降糖效果。至于用药后感到心情烦躁、恶心、呕吐等，属于药物的不良反应，并非药物不起作用。如果这种反应过于严重，一定要到医院就诊，选择换药，而不是盲目坚持。另外，在用药后，在饮食上需要注意，烟和酒是不能碰的，辛辣油腻食物更是不可食用。同时，在用餐前可自主进行血糖检查，了解自身现阶段血糖水平，注意餐品摄入。除此之外，对于胰岛素，可能是因为其属于注射类药物，有部分患者会有抵触情绪，认为对身体有害。事实上，合理运用胰岛素不仅可以降低血糖，而且可以降低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概率。所以在糖尿病的用药问题上，要戒掉随意停药、胡乱用药的坏习惯。对于用药安全问题，糖尿病患者及其家属都需要重视。结语：糖尿病虽被称为无声的杀手，但并不代表它是绝症，而是在督促患者做出改变，选择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戒掉一些不良习惯。在饮食上，现代人习惯了大鱼大肉，却忘记了蔬菜、水果等。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造成胰岛素抵抗，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了糖尿病。而饮食是糖尿病病人需要非常注意的一点，从饮食结构、方式等方面来看，都需要仔细选择。在运动上，要保持健康运动的生活方式，不能2天打鱼3天晒网，更不能摆烂，而是要在自身身体素质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辅助糖尿病症状缓解。至于用药问题，要谨遵医嘱，切忌不按时服药，更不要迷信什么偏方。一切要以医生叮嘱和自身情况作为出发点。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在医生的意见下
减药或是换药。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患者内心的抵触，不及时改正一些坏习惯，任由病情发展下去，